嗨，大家好，我是想当公主的营养师优心。每次这个开头，就会让我觉得有点害羞。你们觉得健康对你们来说是什么呢？在座有很多是还在读书的嘛，所以你们以后有想要走医疗产业或是健康产业的吗？可以举一下手让我看一下吗？都没有吗？好，有看到一些零星的同学。健康对于我来说，不是只有减重或者是饮食、减肥这些东西而已。当我在看一个人的时候呢，我更在意他整体的状况，像是他今天精神好不好，或是他在压力的时候他会怎么样去做应对。那你们可能就会想说，哈，原来这些东西跟饮食有关哦，或者是哈，原来营养师也可以处理这些问题哦。今天很高兴可以站在这边跟你们分享一些我对于健康的看法，还有我自己的心路历程。那讲到心路历程，就要跟你们分享我自己曾经减去15公斤，所以现在站在台上，你们看到的样子跟过去的我非常的不同。但是这15公斤不是只有我的体重变化，更重要的是我对身体健康的理解，还有我的生活方式的改变。那在我一开始决定要减重的时候，其实我跟一般人一样，我也是算热量、算碳水、蛋白质、脂肪这些3大营养素。但是我持续饮控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发现我的体重没有什么变化。你们想到如果做了饮控一段时间，体重没变，你觉得是什么原因？当初我想说，应该是因为我没有运动，所以我就去做了那时候比较流行的重训。结果，我不知道这边的女生有没有做过重训。反正我那时候就觉得开始推好像变粗不是变细。然后我就跟我旁边的重训的朋友分享了这个心得。结果他们就说，女生啦，一开始重训不会那么容易长肌肉，应该只是心理作用。好，那我就持续的在做一段时间饮控运动这样子。结果我发现，我慢慢的不敢照镜子。因为我在照镜子的时候会越来越没有自信跟自卑，那我就想说，我应该要先暂停一下我原本在做的事情了，因为我没有在朝我的梦想前进，我的理想体态前进，我也没有站在原地，我离原地越来越远。所以我做的事情是我重新把我们学校的课本书打开，重新去整理、咀嚼，然后消化这些所谓生化、生理这种离我们好像很远的东西，再把它落地成我自己可以做的事情。举例来说，一个蛋糕跟一个白饭，在同样的碳水的情况下，进到身体，它的影响会一样吗？答案是不一样。因为呢，我们的甜的东西进到身体里面，血糖容易变得更高。更高的时候，胰岛素会进来。胰岛素会让我们把能量更容易变成脂肪形式堆积起来，所以你的代谢就会变得更慢，你减重会比别人更加困难。又或者是在重训的过程中，一定会听到很多人讲，我一定要吃很多蛋白质，这样才可以长肌肉。但是你们知道吗？蛋白质在变成肌肉的过程中，其实有好多好多的步骤。那这些步骤仰赖了非常多的微量营养素。如果你只吃蛋白质，没有注意到其他食物的补充，你的蛋白质可能没有办法这么有效的转化跟利用，有可能会增加你身体的负担。所以我在这样子开始注重食物的品质，然后去认真思考我的身体到底需要哪些养分的时候，我就不用再去想我的热量到底吃了多少，然后我也看到我的体重开始慢慢的往下掉，而且不是只有体重往下掉，我的精神开始变得更好，更有活力，然后我的睡觉品质也变得更好，我白天的我的皮肤状况也变得更好。所以这件事情让我非常深刻的体会到，原来课本教的东西，如果可以好好的应用在生活上，它的价值有多大？饮食原来可以改变一个人这么多。所以我想让你们知道的事情是 ，Eating healthy is actually eating normally, but most people think it's dieting。健康的饮食其实就是吃的正常而已，但是很多人以为要节食。所以在我的个案问我说：“营养师，我可以喝酒吗？营养师，我可以吃麦当劳吗？”的时候，其实我基本上都会跟他们说没有问题，让我来想想看该怎么样帮你做搭配。
然后我们就可能会在喝酒前建议他补充一些 B 群，或者是多一点好的油脂，保护他的身体。或者是今天大家要吃麦当劳，总不可能说哦我在减肥我不吃嘛。那我们能不能做一些行为让伤害降到最低？比如说补充一点有膳食纤维的茶饮料，那我们晚餐再去做一些简单的调整，让一整天可以达到平衡。我常常会跟我的个案说啊，其实重点并不是你的热量或是热量赤字，重点是你的热量从哪些食物而来。那我们跟着营养师的过程，就只是在学习说自己的身体到底需要什么，我的生活方式可以怎么调整，去顺应我的生活工作上面的需求。那在这个过程中，慢慢的变成你的新的生活模式，然后体态就是只是一个随带而来的礼物而已。但是在我自己这样子减重很多的心得，然后我跟我的个案的这些正面的反馈，我不禁去想，一般人对于减肥的理解是什么，或者是减肥对大家搜寻到的资源会是什么？这个是我常常在网络上面看到的东西。大家还是以热量为导向去讨论，说我的目标就是要越低热量越好。在很低热量的情况下，你常常可能会忽略掉很多你需要的养分，像我们刚刚讲的脂肪其实非常重要，但是大家看到脂肪很高热量的时候，可能就不敢吃它。可是啊，我们的身体，尤其是女生，真的好需要脂肪去做很多的荷尔蒙来维持我们正常的生理周期跟表现。所以我在看到那么多那样子的文章的时候，我决定在我硕士有一点空档的时间，我开始写文章。我想以更多全人的角度去让大家理解健康到底是什么。我想以我自己的心得去跟大家分享，说健康到底该注意哪些地方。所以在我的文章中，会看不到所谓的热量、减肥或者是各种懒人包。但是会看到的事情是，我们刚刚讲到血糖真的好重要。为什么这些血糖会在各个层面影响到你身体的健康？因为我自己在减重遇过的很多低潮跟不开心，我知道开心对一个人的健康到底来说有多重要，所以我讲到很多情绪或者是压力处理的部分。还有我们刚刚讲到，身为一个女性，我们的身体其实跟男生是非常的不同的。又有多少人在讨论女性的需求到底是什么？那我也很幸运的在这一路上有很多人支持我写的这些文章，也是因此有机会可以站在这边跟你们分享到底健康是什么。在我讲解健康的这个时候啊，我通常都会用这一张图来跟我的个案做讲解。健康它其实是像一道光谱一样。在光谱的一端是疾病，另外一端是 wellness。我们都可能在这个两端中才发生一些摇摆。疾病这一端啊，它其实很容易被量化，你的血检报告出现红字，你的切片出现一些异常。但是到了健康这边，却越来越难被量化，以至于非常多人会忽略。什么叫做工作表现更好？什么叫做我睡得更好了？什么叫做我气色变得更好？其实很多时候来自于自我的觉察，跟你愿不愿意尝试去做改变。那对于一般人来说，什么时候会开始想说要改变呢？就是症状出现的时候。症状是身体在发出求救讯号。当你置之不理，尤其你们现在都还很年轻，越置之不理，可能是到某一天就发现它变成了一个疾病了。可是，如果我们现在开始意识到这些东西，然后我们开始做出改变，我们越靠近健康，我们就越远离疾病。我问问看在座的大家好了，如果你有了以下症状，你可以帮我举一下手吗？你白天早上起来会一直流鼻涕，或是很鼻塞很严重的，好，举着哦。然后你脸上有青春痘，你会觉得很困扰的，也是举着，就是刚刚有症状你就举着。好。然后或者是你考试前就会很紧张，想要拉肚子。好，那还有一些女生，你们会不会经起来非常的不舒服，需要吃止痛药，或是一定要请假？有很多女生举手。好，那你们看看刚刚旁边的人有多少症状，他都没有举手，你又有几个症状发生？
为什么有的人可以没有这些症状？为什么你会有？是不是你就是比他们还要不健康一点点呢？那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能不能做出一些改变，让自己变得跟他们一样呢？这就是我对于健康的理解，跟我想尝试做出的改变。那我当初会有这样子的想法，跟我致力于就是在亚健康的状况的时候，为个案做出变化，就是因为这个个案，它影响了我非常深远。他来找我的时候，他跟我说，我其实从小我就很内向、很自卑，我对自己非常的没有自信，因为我总是肉肉的，会被大家取笑。那我们就很认真的去做了一些饮食控制跟运动。他本来是一个不运动的人，他因为想要减肥，所以他开始每周运动2到3次。结果在1个月过后啊，他的身体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想说，跟我们过去的经验非常的不同。那刚好那时候有机会可以抽血，我们就看了他整个抽血的报告。报告出来，第一份是上面的那两个指标，还有当然其他的指标啦。可是医生都看到他的报告全部都是黑的，他就说你没问题啦，就是可以离开了这样子。那我看了这个报告的数据啊，我发现其实甲状腺功能它的数值都是在中间偏低一点点的状况。如果我们以刚刚的那个指标来去做定义的话，它的确好像是没有生病。那但是如果我们合并了一些他的症状，他减重非常的困难，他也跟我说他容易白天就会打瞌睡，白天睡起来都觉得很累，或是他四肢很冰冷。这些问题代表他是健康的吗？所以我们就很认真的去思考，想说这个甲状腺可能有些状况，我们请他再去多验一些甲状腺功能的指标，那就出现了下面这份报告。你可以看到，它有活性的甲状腺 T3，其实直接是偏低的状况。然后它的自体免疫功能指标超出了标准值多少？他看到这个报告的时候吓死了，然后他一直很紧张的跟我说怎么办？怎么办？为什么他会这样子跟我分享？因为这个人其实是我妹妹。我从来不知道我妹妹有甲状腺功能的问题，然后我一开始其实对这件事情觉得非常的抱歉。所以我就决定陪她一起去听医生，看医生怎么讲解她身体发生了什么事情。那医生就看了这个报告，就说：“哦，甲状腺功能低下啦。”那我妹妹就问说：“那我可以怎么样去减肥？因为我已经很认真吃东西了。”结果这个医生说：“你可以去楼下的药局买减肥药来吃。”大家现在都摇头，我那时候其实内心也是有点摇头。可是我妹妹她自己也很惊讶，因为一般听到好像是说医生都叫你不要随便去买药来吃，应该要吃医生开的药，如果你有生病的话。那她就说：“那会不会有什么副作用啊？”结果医生就跟她说：“啊，你吃这个，你一整天就饱了，你吃半个蛋饼，你就吃不了其他东西了。”那我不知道大家在座的，如果你是我妹妹，你听到这个医生讲这些话，你的想法是什么？但反正我们后来就离开了诊间，那我也开始就是去问其他的营养师，问其他的医生说：“自体免疫的这个问题，你们有什么样的建议？”我们开始针对甲状腺功能去做营养的补充，还有去做饮食上面的调整。那他的体重后来就慢慢的掉下来，而且他的精神开始变好了。我妹妹是一个幸运的个案，因为她如果没有我，她可能也会去买那个药来吃。那我不禁想，如果今天她是一个一般人，她会做出什么样的决定？那我不希望我成为那个很轻松把别人打发的医疗人员，所以我之后在诊间里面，或者是我在我个案咨询的时候，我都花非常多的时间去讲解他的身体的表征，跟他的这些反应是为什么，我们应该做出什么样的行动。那我获得的很多个案跟我说，从来没有人这样跟我说我的身体怎么了。所以我希望未来的同学，如果你想要走医疗产业，可以的话，我们都花时间去好好的讲解对方的身体怎么了。即便他不是我们的医疗背景，他也还是可以理解我们在讲的东西，只要我们花时间。
所以我在演讲的尾声，我想跟你们分享这个健康的金三角。我在进修的时候看到了这个金三角的概念之后，我就马上把它收起来，因为它虽然看起来很简单粗暴，但是它又很容易的帮我们囊括了一个个案完整的状况。那这个金三角包含了营养 （nutrition）、结构 （structure）， 还有情绪 （emotions）。营养顾名思义，就是我们吃进来的东西，包含食物、微量营养素，甚至是食品添加物这些东西，还有这些食物进到身体里面对身体造成的影响是什么？结构的话，就比较跟生理活动有关，你的运动习惯、你的运动频率、运动强度，或者是你在骨骼肌肉的发展上面是不是健康的？最后是情绪。你的睡眠品质如何？压力调节如何？你的情绪会不会很容易很低潮，或者是难过、生气这些状况，跟心理层面比较有关。当我们用这样子的方式去思考一个人的时候，就觉得可以把它想得好完整哦。今天如果一个个案进来，他是血糖的问题，他除了饮食，也有可能是他的压力很大，所以他的压力荷尔蒙让他的血糖控制比较困难，或者是他的肌肉很少，他没有更大的健康的储存库，可以去储存他的糖分。我们在营养一定会看到天花板，那在看到天花板的时候，透过这样的方式去思考，可以帮助我们更理解一个人需要什么样其他的专业。也许他需要运动教练、物理治疗师来增加他结构这边的能力，或者是他需要心理咨商师来舒缓他心理压力的部分。当营养的天花板看到的时候，借由不同的专业一起来共照，我们可以让这个个案变得更健康、更好。那在座你们身为同学的你们，我会希望的是，尤其刚刚有举手的同学，可以去想看看这3个金三角的面向里面，哪一个也许你做的比较薄弱，那你可以从这个地方先着手开始改变，也许你就会看到你的身体往更健康的方向迈进。Healthcare not only happens when things go terribly wrong. 健康或者是医疗照护，不是只有在医院或者是诊所才可以发生。当你有觉察、有意识的时候，你其实就已经在往健康的方向迈进。而未来如果想要走医疗产业的话，我希望你们知道，病人他离开了诊所、医院的时候，其实他有好长好长的人生可以走。那我们的专业可以在哪些阶段提供他支持，帮助他实践得更好，更落实这些健康的习惯，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健康是可以不断前进的路，让我们一起在这条路上努力的迈进。谢谢。非常感谢热心营养师的精彩分享。